嫁给顾盛川1年，我连他的手都没牵过几次。婚礼当天，他全程没看过我一眼。那时候我就知道这段婚姻不是为我而来的。今天我站在医院门口，手里捏着一张 B 超单，上面有4个小小的心跳，4个。我掐了大腿好几下，疼是真的，孩子也是真的。正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手机突然震了，是顾盛川的消息，6个字，1个亿，离婚。我愣在原地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确认自己没看错。下一秒，狂喜直接冲懵了我。离婚还送1个亿，这种好事怎么不早说？我手抖着戳了好几次才把字打对，回了他一句好。他秒回，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，让我明天上午10点在家等律师。我笑出了声，1个亿啊，别说4个孩子，40个我都养得起。我把 B 超单折好，塞进包里，摸了摸小腹。第二天9点59分，门铃响了，周律师递来离婚协议，让我仔细看。我接过来，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签字。苏小姐，您要不要先看看条款？不用，钱什么时候到账？签字后1小时内。那您赶紧走吧，我要搬家了。他一脸震惊，大概从没见过离婚这么干脆的人。我拉着行李箱，头也不回地走了，这辈子都不想再进来了。1小时后，银行短信来了，一串铃看得我眼睛都眯成一条缝。没去机场，先去了云岚天境。售楼小姐看到我拖着行李箱，眼神上下打量，假笑挂在脸上。请问你有预约吗？没有，我想买最好的大平层，全款。他假笑僵住了，我拿出手机给他看余额，他立刻换了副脸，恭恭敬敬把我请进去。半小时后，我刷了8000万买下顶楼空中别墅，拎包入住。安顿好，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，一叫妈，声音就哽咽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分钟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被欺负了？没有妈，我离婚了。是他先提的。是我主动签的，觉得不合适。离得好，早该离了。妈，我在云岚天境买了新房，钱是顾盛川给的分手费。行，明天就来陪你。挂了电话，心里暖暖的，还是家人最靠谱。我本以为这件事就翻篇了，但我不知道的是，顾家已经彻底乱了套。那条1个亿离婚的短信根本不是顾盛川发的，而发短信的人此刻正坐在顾家客厅，捧着茶杯，心满意足地等着顾盛川回国。他以为一切尽在掌握，他不知道他已经输了。我走后，顾太太冲进我的房间，衣帽间空空如也，那些珠宝在丝绒盒子里整整齐齐摆着。梳妆台上的无限额黑卡，我压根没动。这个女人1分没要。嫂子，不会是装清高吧？她拿了1个亿，还装什么？但她的声音发虚，因为她心里清楚，不碰赏赐的人，要么不在乎，要么根本看不上。沈若英来了，穿着高定套装，春风得意。还是若英好，早就该让你做儿媳妇了。阿姨放心，我会照顾好盛川的。她端茶杯的手顿了一下，因为她没说过给1个亿。顾盛川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？但他很快压下疑虑，继续笑。3天前，沈若英安排人收走了顾盛川的手机。此刻，他回国打开微信，最后2条消息刺得他眼睛生疼。他瞬间反应过来，那条短信不是他发的。他冲进客厅，熟悉的灯没有亮。苏念，没人回应。他冲上2楼，推开主卧的门，房间冷冰冰的，没有一丝我的气息。苏小姐3天前就走了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他视线落在床头的丝绒盒子，里面是他送我的婚戒，我走时没带走。他攥着婚戒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顾盛川一脚踹开了沈若英的门，沈若英正品红酒，看到浑身戾气的他，吓得酒杯都摔了。是不是你动了我的手机？盛川，你听我解释。再说一遍。他扼住他的手腕，力道大的像要捏碎骨头。我是为了你好，她嫁给你就是为了钱，根本不爱你。谁给你的胆子替我做决定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才是你的人，她算什么？她是我妻子，你呢？沈若英愣住了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沈家和盛川集团所有合作全部终止，好自为之。他转身就走，没有回头。
沈若英瘫坐在地上，整个人都垮了。第二天，顾盛川开了全网直播的记者会。我和苏念女士并未离婚，那份协议是前助理沈若英伪造的，我已追究她的法律责任。他对着镜头鞠了一躬。因为我的疏忽让苏念受委屈了，对不起。我在新家看着电视里他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不触动是假的，但一句对不起抹不平1年的委屈。手机响了，是顾盛川。念念，回来吧。我的心狠狠跳了一下，但我按掉了电话。顾盛川又打来了，第7个电话，我终于接了。念念，我们没有离婚，那份协议我没签，不算数。那1个亿你要不要回去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你留着，只要你回来。1个亿买断我恢复单身，很值。说完就挂了，还把他拉黑了。干得好。苏母竖起大拇指，然后递给我一张无密码黑卡。随便刷，苏家的女儿不能受委屈。没人知道被顾家离弃的我，背后是尹氏豪门苏家。我爸苏博文是国画泰斗，我妈有好几家上市公司。顾家那边就这么算了？他们欠我的，我一点一点讨回来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我打开监控一看，顿时愣住了。顾盛川站在楼下大堂，手里捧着一束花，死死盯着摄像头，一动不动。这人怎么找到这里的？门口停着一辆阿斯顿马丁，顾盛川手里捧着一大束红玫瑰，不知道等了多久。念念，我想追你。你忘了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而且还是你先提的。那条消息不是我发的，你知道的。但我签字那天你人在哪？他脸色白了，说不出话。这时苏母穿着睡袍走出来。哟，来了，当初嫌我女儿攀不上高枝，现在又来做什么？阿姨，是我的错，我来是想弥补。弥补？你先把脸补补吧。顾盛川看向我求助，我假装没看见，低头玩手机。他最后只能捧着花灰溜溜地走了。没想到第二天他又来了，这次带了一个保温盒，说是亲手做的早餐。我们已经结束了。我不会放弃。我没有回头，而我不知道沈若英在看守所得知了追我的消息，把手边的水杯摔碎，拨通了父亲沈宏达的电话。爸，帮我盯着苏念，他不能赢，谁都不能赢。从那以后，顾盛川像上班打卡一样，每天来送早中晚餐，还有各种礼物，小区保安都认识他了。顾总，今天又来罚站啊？不是罚站，是值班。我在监控里看到这一幕，差点笑出来。那天我车坏了，正准备叫车去产检，顾盛川开着宾利停在我面前。我送你去。产检不能耽误，我上了车。到了医院，他坚持陪我进去。当医生指出那4个小小的生命时，一向冷静的顾盛川眼眶瞬间红了。4个都是我的。现在是我的孩子。他猛地转过头，眼神里有震惊，有狂喜，有懊悔。念念，对不起。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睛，心里那堵墙裂开了一道缝。可还没等我多想，手机响了。苏念，你肚子里那是顾家的孩子，你给我回来。我直接挂掉，顾盛川的脸色沉了下去。这个电话我来处理。不用你处理，我自己的事。4胞胎的消息传到了顾家，顾太太当天就带着顾瑶来闹事，在门外大喊大叫。苏念，你怀了顾家的种，必须跟我们回去。当初谁把我女儿当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？现在知道是顾家的种了，晚了。孩子是顾家长孙，必须认祖归宗。嫂子，别不识好歹了，回来对你没坏处。好歹？你们顾家有什么好歹？就在双方吵到不可开交时，一个沉稳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我爸穿着唐装，背着手走出来，身后跟着4个保镖，气场全开。顾太太认出了他，腿一软。苏博文，我苏博文的女儿和外孙，轮不到顾家指手画脚。苏先生，我们是来接孙子的。孩子跟我姓苏，和顾家没关系。再不走，别怪我让绳川集团从这个城市消失。顾太太吓得被顾瑶扶着，狼狈逃走。我在门里看着这一幕，鼻子发酸。可我不知道的是，就在顾太太离开的路上，沈若英从看守所打来了电话。阿姨，
苏念背后是苏家，靠硬来赢不了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等我出去。闹剧结束后，我爸转过身，看我的眼神瞬间温柔了。委屈了，爸，没事，我撑得住。苏家的女儿向来不会被人欺负死。我靠在他肩上，鼻子一酸。那晚他亲自下厨，一家3口吃得很开心。而顾胜川站在隔壁别墅的阳台上，看着我们家的灯火，一脸羡慕。他买了隔壁的房子，就为了离我近一点。有时候我会在窗帘后面偷偷看他，看他高大的身影被路灯拉得很长，很孤单，很可怜。我承认心软了，但不敢原谅。直到那天，他突然宣布要开直播。他又要做什么？说是企业管理分享，信他才怪。但那天晚上在线人数破了亿，弹幕全是问他追到我没有。顾胜川穿着家居服坐在镜头前，一句管理经验都没谈，反而说起了我和他的故事。我知道自己以前做错了，伤害了他，我只想把他找回来，不管多久我都会等。说完，他唱了一首情歌，跑调跑得离谱，弹幕炸了。我看着屏幕，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。直播结束后，他发微信问唱的好不好听。丑，以后只唱给你一个人听。我心漏跳了一拍，防线越来越松了。一夜之间，网上全是骂我的话，说我水性杨花，拿了一个1攀高枝，还说肚子里的4胞胎不是顾胜川的。我看着那些言论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这是谁干的？除了沈若英，还能有谁？我们正准备反击，顾胜川先动手了。第二天，网上所有骂我的新闻全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沈若英的各种黑料，学历造假、当小三、偷税漏税，每一条都是实锤。顾胜川的助理们自发组了个群，名字叫守护老板娘后援会。顾总，热搜已经翻了，不够，把沈家偷税的证据也放出去。这会让沈家直接倒吗？那是他自找的。沈若英彻底完了，名声扫地，还要面临牢狱之灾。但我没来得及高兴，因为就在同一天，一个陌生号码发来了短信：苏念，你的 B 超单，我有一份副本，想聊聊吗？沈宏达。顾胜川来了，神情很严肃。念念，沈宏达给你发消息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也给我发了，他说如果我不放了沈若英，就把你怀孕的消息做文章。他能做什么文章？造谣孩子不是我的，配合之前的水军铺开。我冷笑了一声，让他来，我不怕。我知道你不怕，但我怕，我不想让你和孩子再受一点伤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，单膝跪在了我面前。这一次不是商业联姻，是因为爱你，嫁给我，我替你挡住所有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收下了戒指，但没有说好。给我时间。他点了点头，但他不知道沈宏达已经开始了下一步棋。这次他要动的不是我的名誉，而是我最在乎的4个孩子。顾胜川追妻的方式变了，不再送花搞排场，开始查孕妇食谱，天天变着花样给我做饭。他手机里存了几百张食谱截图，分门别类，比我的还细。今天是红枣银耳汤，书上说补气血的。你确定不是补脑的？你更需要。你骂我也行，只要你喝。他还会对着肚子给宝宝讲故事，唱摇篮曲，虽然跑调跑到没边。我爸妈也慢慢放下戒心。来，下棋。苏先生，我棋艺不太行。知道就好，坐。每次都被我爸杀得片甲不留，但他还是笑嘻嘻的来。这人脸皮是真厚。城墙都没他厚。家里的气氛慢慢变融洽了。那天他突然说有个慈善晚宴，要我作为苏家代表出席，我答应了。不知道沈宏达已经买通了晚宴上的赵总，准备当众给我一个下马威。我穿了一条水蓝色长裙，一进场就成了全场焦点。突然，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传来：哟，苏小姐，双喜临门啊，攀上顾家高枝，还怀了金疙瘩，真是好福气。话里话外都是嘲讽。赵总，你对女人怀孕这么感兴趣，是不是自己家里没人怀？周围一片哄笑，赵总脸涨得通红。你，一只大手突然揽住了我的腰。赵总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，道歉。顾总，我开玩笑的。
我数3个数。赵总腿软了，赶紧鞠躬道歉。顾胜川揽着我走到安静的角落。吓到了？没有，不过你来得挺及时的。他握着我的手，在手背上亲了一下。星光很亮，灯火很璀璨，我没忍住，低下头，轻轻点了点头。就在这时，手机震了一下，是一条匿名短信：苏念，明天见面，关于你4个孩子的事，沈宏达。那天晚上，我答应了顾胜川。念念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假的我也说了，你当真就行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紧紧抱住我，在我耳边一遍遍说谢谢。那个戒指终于戴上了。我没告诉顾胜川，自己去见了沈宏达。他坐在角落，西装笔挺，面前一杯美式，表情像在谈生意。苏小姐，坐。有话直说，我时间有限。我女儿在看守所，你帮她出来，我保证不再动你。沈先生，你女儿伪造短信，破坏我的婚姻，我凭什么帮她？因为你不帮，我就让全网相信，你肚子里的4胞胎不是顾胜川的。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，放下。沈宏达，你确定要跟苏家对着干？苏家，你爸一个画画的，你妈几家上市公司是不错，但你以为商场上只讲家事？那就试试。我站起来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出门那一刻，我的手在发抖，但我知道退一步就是深渊。预产期到了，那晚下着大雪，我突然发动了。别怕，我在。他抱着我冲下楼，差点同手同脚。到了医院，我被推进产房，他被拦在了门外。苏母后来跟我说，他在门口来回踱步，像一头焦躁的狮子。念念不会有事的，你给我冷静！一定要保大，一定要保大。你再念叨，我先保不住你。10几个小时，他就那么转来转去，而我在产房里奋战，疼是真的，但心里有一种奇怪的踏实。我知道门外有人在等。就在这漫长的等待里，走廊另一端有一个人站在转角处，静静看着产科的方向。是沈宏达，他手里攥着一份文件，封面写着亲子鉴定委托书。4个宝宝，2男2女，平安降生。护士把他们抱出来的时候，顾胜川第一个冲上去，看着4个皱巴巴的小家伙，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。哭什么哭？没出息。他把一个宝宝塞到他怀里，他抱着，身体僵硬的像块石头。我怕碰坏。你手别抖，孩子又不是瓷器。我被推出产房，他立刻放下宝宝冲过来。辛苦了。你在门口转了10几个小时，你也挺辛苦的。他笑了，笑得像个孩子。就在同一天，沈宏达拿到了一份伪造的匿名举报信，寄到了盛川集团董事会每个成员手里。信上写着，顾盛川之妻苏念所怀4胞胎，疑非顾家血脉，附相关线索。4宝出生后，家里彻底乱了套，但热闹的让人喜欢。顾盛川变成了手忙脚乱的奶爸，换尿布、换反面、喂奶、撒一身，哄睡，唱的摇篮曲能把宝宝哭醒。你别唱了，求你了。我在练，练了1个月了，更难听了。满月那天，他包下了整个星耀主题乐园，烟花在城堡上空绽放的时候，他又单膝跪在了我面前。这次没拿钻戒，拿出了一本户口本，配偶栏空着。念念，上次求婚太仓促了，这一次你愿意在上面签你的名字吗？我看着他，看着怀里4个小天使，看着天空中绚烂的烟花，接过户口本，郑重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余生请多指教。指教不敢当，多包涵吧。以为故事到这里就圆满了，但就在这天夜里，盛川集团副董事长接到了沈宏达的电话。那封信你看了吧？明天的董事会你应该知道怎么做。顾盛川收到紧急通知，董事会临时会议，议题是质疑他的私生活。他走进会议室，12双眼睛盯着他。顾总，这封匿名信
董事会每个人都收到了关于苏念女士的4胞胎，您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？说什么？那是我的孩子。但信上说有人愿意提供线索，证明孩子另有其父。谁写的这封信？你们心里没数？沈宏达为了捞他女儿，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。那请您做一个亲子鉴定，堵住所有人的嘴。会议室安静了3秒。亲子鉴定，我顾盛川的妻子和孩子不需要向任何人自证清白。谁再提这件事，就是在质疑我的判断力。质疑我判断力的人，不适合坐在这张桌子上。会议室彻底安静了。副董事长低下了头，顾盛川站起来，目光扫过每一个人，然后走了出去。但我不知道，沈宏达真正的杀招还在后面。匿名信只是障眼法，他真正要做的是趁顾盛川忙于应付董事会的时候，对我动手。顾盛川回来，表情很沉。念念，沈宏达给董事会写了匿名信。我知道了，说4胞胎不是你的。我在会上挡回去了，但他不会就此收手。那就让他来。我苏念从来不是等死的人。我知道，但这次让我站在你前面。前面后面无所谓，别挡我的路就行。他笑了，第一次在谈沈宏达时笑。好，不挡你的路。那天夜里我没睡着，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在想要不要用苏家的关系反击。想了一宿，决定自己来。我打开电脑，开始整理沈宏达这些天对我做的每一件事。参赛资格被取消，供应商被施压，匿名信、网络水军，一件一件全部记录下来。证据链从今天开始搭。而沈宏达不知道的是，他的秘书已经被顾盛川策反了。我没有告诉顾盛川，自己做了一个决定，新建了一个直播账号。苏老板，你要直播？从今天开始。可是您刚生完孩子，要是被人抓住，说什么？正因为风口浪尖，才要现在做。沈宏打断我的线下路，我就绕开他，直接走线上。手机架好，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了直播。从选色到比例到线条走向，我一步步讲清楚在想什么。刚开始几十个人看，后来越来越多，在线人数超过50万，结束的时候涨了120万粉丝。苏老板，订单后台崩了。告诉沈宏达，路我自己走出来了。就在这时，顾盛川的电话打进来。念念，沈宏达那边有动静，他的秘书传来消息，他准备联合顾家内部的人逼宫。我放下手机，这场仗比我想的还要大。沈宏达出手了，他联合盛川集团3个老股东，以总裁私生活影响公司声誉为由。顾总，这不是针对您个人，是为了公司的利益。利益？沈宏达给了你们多少利益？会议室里没人说话。顾盛川把一份文件拍在桌上。这是沈宏达贿赂你们3位的转账记录，要不要我念出来？3个老股东脸色大变。我给你们2个选择：1. 撤回动议，当没发生过；2. 这份记录明天出现在检察院。3秒后，动议撤回。顾盛川站起来，看着副董事长。下次想搞事，先看看自己屁股干不干净。他转身走出会议室，给我打了个电话。解决了，他的内应全断。顾盛川，我发现你有时候还挺有用的。有时候。别得寸进尺。我笑了，但我知道，沈宏达不会善罢甘休。他的女儿还在看守所，而他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。走投无路的人最危险。视角切换，我是沈若英，我才是顾盛川的白月光。从小一起长大，所有人都以为我们会结婚。18岁那年，顾爷爷病重，逼顾盛川娶苏念，那是娃娃亲。他含泪告诉我，若英等我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我等你。我等了3年，3年里我成了他的助理，每天看着他和苏念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见过苏念几次，觉得他懦弱透明，不配站在顾盛川身边。我在顾太太面前说苏念坏话，挑拨顾瑶，以为苏念会受不了主动离婚，但他竟然一直忍着。
后来我听说她怀了4胞胎，差点气疯。趁顾盛川出差，我冒充他发了那条短信，我以为他会哭着不离婚，没想到他秒回了好。那一瞬间我觉得不对劲了，但我告诉自己只要他离开就够了。我错了，从那一刻起我就输了。坐在看守所的铁床上，我终于明白顾盛川心里从来没有过我，但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爸爸来探视的时候，我说了一句话，爸，别停手，哪怕我出不去了，也不能让他赢。我是沈若英，爸爸又来了，这次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安慰我。若英，我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，但顾盛川那边比我想的难对付。爸，你不能放弃。我没有放弃，但我需要你帮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写一封信给顾盛川，告诉他你知道他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顾盛川在苏念签字那天，看到了她的产检单，他知道她怀孕了，但他还是没有阻止。我愣住了。他知道，他早就知道。是的，你让苏念知道这件事，他和顾盛川之间就会出现一条裂缝。我低下头想了很久，这意味着连顾盛川自己也辜负过苏念，他不是无辜的。信我来写。那天晚上，我在看守所的铁床上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了那封信，每一个字都带着我最后的恶意。那封信是快递寄来的，没有署名，但我一看笔迹就知道是谁。沈若英的字很漂亮，像一把裹着丝绸的刀。信上写了一件事，顾盛川在你签字那天看到了你的产检单，他知道你怀着4个孩子，但他还是让你一个人走出了顾家。我看完手没有抖，因为我心里那堵墙又竖了起来。顾盛川回来的时候，4宝刚睡着。顾盛川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只能回答是或不是。你说，我签字那天，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怀孕了？他整个人僵住了。是还是不是？是。一个字像一把锤子砸在我心上。你知道我怀着4个孩子，还让我一个人走。沈若英威胁我说，如果我阻止离婚，就把你怀孕的消息曝光出去。顾盛川，你出去！他嘴唇动了动，没有出声。我说出去。他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我一眼。我背对着他，一句话都不想说。我带着宝宝们搬进了苏家老宅，住着多久都行。就这2个字是那段时间最安心的话。顾盛川每天在老宅门口等着，不敢敲门。我从窗帘后面看到过他，站在寒风里，手里提着给宝宝们的奶粉。他发消息，我在门口，我看了没有回。5天后，苏博文把我叫到院子里。念念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？爸，他知道我怀孕，还让我走。那你恨他吗？不恨，但过不去那道坎。过不去就慢慢过，但别把自己也困在坎那边。我沉默了很久。爸，如果是你呢？如果是我，我会看他接下来做什么，而不是只盯着他做过什么。那天夜里，我把4宝都哄睡了，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想了很久。而我不知道的是，沈宏达见裂缝计划奏效，准备加码。他让沈若英在看守所写了第2封信，这次不是寄给我，而是寄给苏博文。那封信寄到苏家老宅的时候，我爸先拆开看了，信上说的是另一件事。顾盛川在婚前曾答应沈若英，婚后3年会离婚娶她。我爸看完，表情很平静，把信放到桌上，叫我来。你看看这个。我看完，沉默了很久。这是真的吗？真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信不信。我不知道。那就去问他，与其猜，不如听他亲口说。我拿着那封信去了顾盛川的住处，他看到我出现在门口，愣了整整3秒，然后眼眶瞬间红了。
别急着感动，我来问你一件事。我把信拍在桌上。你婚前答应过沈若英，3年后离婚娶她，是不是？顾盛川看着那封信，脸色从红变白，再从白变灰。是，但那是在认识你之前。之前也好，之后也好，你欠我一个完整的真相。你坐下，我全部告诉你。他说了全部，说他18岁被逼婚时的无奈，说他对沈若英的承诺，说他在婚后第1年对我的忽视和冷漠。我一开始确实不打算认这段婚姻，但后来我发现，你不是我以为的那个人。什么意思？你从不闹，从不求，你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要安静。有一次我半夜回家，看到你在客厅等我，桌上放着宵夜，你睡着了，手里还攥着一本书。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这个人在认真的过这段日子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再也放不下了。但沈若英的事，我不知道怎么收场，直到她动了手机，我才下定决心。可你下定决心的时候，我已经走了。所以我追了这么久，因为我知道是我先对不起你。我靠在沙发上，闭着眼睛听完。这些话你要是早1年说，我不会走出那个门。我知道，所以这1年我拼命再追回来。1年？我睁开眼睛看着他。我再给你1年，用你自己证明，不是用顾家的钱，不是用关系。好。他答得毫不犹豫，但我们都不知道，沈宏达已经不打算等了。他决定做一件不可挽回的事。我是沈若英。那天晚上，爸爸打来电话。若英裂缝计划成功了，苏念搬出去了，和顾盛川闹了一场。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要让苏念彻底离开这个城市。怎么做？你不需要知道。我听出了他语气里的决绝。爸，你不会做傻事吧？若英，爸爸这辈子做的唯一一件傻事，就是没教好你。电话挂了，我攥着话筒，手在发抖。他要做什么？我想阻止，但我被困在这里，什么都做不了。那天夜里我睡不着，一直盯着天花板，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，不是怕自己的结局，是怕爸爸走上一条回不来的路，而他已经走上了。那天是4宝的百日体检，顾盛川先去停车，我一个人推着婴儿车下电梯。我看到了沈宏达，他站在走廊拐角，手里没有武器，但眼神让我后背一凉。苏念，我女儿还在里面，你的日子却越过越好，你觉得公平吗？公平？是你女儿伪造短信，是你打压我的工作室，是你散布谣言诋毁我的孩子，这些你觉得公平吗？我只是一个父亲，为自己的女儿做了该做的事。我也是母亲，我为我的孩子也会做该做的事。他朝我走了一步，我下意识把婴儿车往身后推。就在那一秒，保镖冲了过来，顾盛川也从停车场飞奔而来，一把把我拉到身后。沈宏达，你碰他1根头发，我让你这辈子见不到你女儿。沈宏达看着顾盛川的眼神停住了脚步，警察随即赶到，将他带走。顾盛川抱着我，手都在抖。你没事吧？孩子们没事吧？没事，都没事。我靠在他怀里，第一次觉得有人挡在面前的感觉真好。沈宏达被拘留了，跟踪骚扰、恐吓威胁，罪名不轻。顾盛川一口气递了3份材料，商业侵权、名誉损害、恐吓威胁，每一份都实锤到不能再实锤。这些材料从他第一次动你工作室，我就开始收集了。你什么时候查的？你说这是你自己的事，我没插手你的账，但我一直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做我该做的事。我看着他，说不出话来。你这个人真的很讨厌。讨厌到你想原谅我了？想多了。但我转过身的时候，嘴角翘了一下。回家的路上，顾盛川说了一件事。念念，沈宏达的秘书交代了，沈宏达这些天做的所有事，都是沈若英在看守所遥控指挥的。我沉默了。沈若英，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肯放手？
我是沈若英。爸爸被抓的消息传进来的时候，我在铺位上坐了很久。外面有人说你爸也进来了，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盯着地面。他是为了我才走到这一步的。如果当初我没有发那条短信，他还是那个在办公室喝茶的沈家大家长。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后悔，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是为了爸爸。但后悔归后悔，我心里还是有一个声音在说，我没错，我只是在争我该争的。顾盛川是我的，从小就是。苏念凭什么？凭一个娃娃亲？我不服，但不服又能怎样？我困在这里，爸爸也困在了这里。铁门冷冷的，没有温度。我把手背靠在上面，闭上眼睛。爸，你为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，可我连一句对不起都说不出口，因为说了，就等于承认我错了，而我不想认错，不想。沈宏达的案子很快到了宣判日，我穿了一件深蓝色西装，头发梳得很整齐，提着一个装满证据的文件箱走进法庭。旁听席坐满了人，有媒体，有商界人士，还有我工作室的每一位员工。沈宏达被法警带进来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看到他没有穿西装，深色外套，头发白了很多，走路像老了10岁。他的律师做了最后陈述，当事人一切行为出于对女儿的爱，请求法庭从轻量刑。我方律师站起来，从轻商业侵权、行贿评委、恐吓威胁、散布虚假信息，每一条都是蓄意为之，父爱不是犯罪的遮羞布。法庭安静了几秒。被告沈宏达犯商业侵权罪、行贿罪、恐吓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4年，罚款3800万元，即日收监。宣判落地的那一刻，旁听席有人低声议论。沈宏达被带走前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嘴唇动了动，没有声音，但我读出了口型，对不起。我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，这不是报复，这是结清。我是沈若英，4年，爸爸4年。消息传进来的时候，我在铺位上坐了一整天，没吃没喝。狱友问我怎么了，我摇了摇头。怎么了？我毁了我爸的一切，就这么回事。他做生意那么多年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，最后栽在了我手里。如果我没发那条短信，如果我没让爸去对付苏念，他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沈家大家长。我转过身面对墙壁，轻声说了一句：爸，对不起。没有人听见，但这4个字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真正说出口的道歉，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他。那天夜里，我想了很久，如果重来一次，我还会发那条短信吗？想了一夜，答案是不会，但时间不会重来，该付的代价1分都不会少。我站在法院的台阶上，迎着阳光深吸了一口气。顾盛川走过来，什么都没说，把他的大衣披在了我肩上。法院外的风很大，我拢了拢大衣，没有推开。谢谢你。不用谢。我说的不是大衣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我知道。沈宏达入狱后，沈家集团也倒了，资产冻结，股东撤资，偷税漏税的旧账被翻出来，沈家在这个城市彻底消失了。沈若英的妈妈卖掉了最后一套房子，一个人搬去了外地。来看守所看沈若英的那天，他没有骂她，只是坐在对面，看着女儿哭了很久。若英，以后好好做人。妈，别说了，妈知道。沈若英第一次在别人面前流泪，不是为了顾盛川，不是为了失去的一切，是因为妈妈头上的白发。顾盛川问我，沈家的事你怎么看？事情到此为止，以后不要再提沈家。好。你那1年的考验期还记得吧？记得，还剩10个月。8个月，我多减了2个月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那天在法院门口的大衣。他笑了，笑得特别傻。但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在变好的时候，看守所传来消息，
沈若英申请见顾胜川一面，说有重要的话要说。他还有什么话要说？顾胜川去了，他告诉了我，我没拦他，他需要亲手把这段画上句号。沈若英坐在玻璃另一边，头发剪短了，脸上没有了那种精致的假笑。你来了。你说有话要说，说吧。盛川，你有没有哪怕1秒钟喜欢过我？顾胜川沉默了很久。有，在18岁之前。18岁之后呢？18岁之后，你变成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。是你先变的，你答应等我的。我等了，但我也在那段时间里遇到了他。若英，有些事不是谁对谁错，是时间走到了不同的方向。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我的懦弱害了你，也害了念念，这是我最大的错。沈若英低下头，沉默了很久。盛川，我恨你。我知道，但我也知道，恨你没有用了。他抬起头，眼里有泪，但没有流下来。替我跟苏念说一句，对不起，真的。顾胜川站起来，最后看了他一眼，好好过。他转身走了。玻璃那边，沈若英终于哭了出来，哭得很安静，像是终于放下了什么。时间过得很快，4宝上幼儿园了。今天是第一次家长会，我带着4个小人儿走进大厅，他们一进门就往同学堆里钻。妈妈，我们先去找朋友。别跑太快。旁边一个妈妈走过来，有点紧张。你是苏念吗？设计师苏念。是的，我女儿立志要学设计，你是她的偶像。她说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，一边照顾家，一边做自己喜欢的事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眼泪就流下来了。不是因为委屈，是因为有个小女孩看着我的样子，觉得自己也可以。这一刻比赢了沈宏达还让我高兴。顾胜川来接我们的时候，4宝围着他叫爸爸，拉着他的手不放。爸爸，今天老师表扬我了。表扬什么了？表扬我吃饭不挑食。那是应该的。爸爸，你小时候挑不挑食？不挑。假话，你上周还把胡萝卜偷偷扔了。4宝一起笑了，顾胜川的脸红了。回家的路上，他突然认真地说：念念，考研期还剩3个月。知道了，别催。沈若英出狱的那天，7月，很热。监狱大门从里面推开的时候，他站在门口，迎着阳光眯起眼睛。外面没有人来接，爸爸还在里面，还有2年。他一个人拎着一个装了几件换洗衣服的旧袋子，对面是一个小报摊，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本时尚杂志，封面是一家6口的照片，苏念坐在中间，4个孩子围在两边，标题写着设计师苏念生活是最好的作品。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。他走进一家早餐店，点了一碗馄饨，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吃了一口烫嘴，但没放下筷子。旁边桌上有人在聊天。你听说了吗？苏念品牌要开发布会了，他可真厉害，4个孩子还能搞事业。沈若英低下头继续吃馄饨，吃完擦了擦嘴，站起来，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但总要先走起来，才能知道路在哪里。顾胜川回来告诉我，沈若英出狱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他一个人走的，没有来找任何人。那就好。我没有多说，每个人的路自己走。顾胜川看着我，突然笑了一下。念念，考验期结束了。我知道。那结果呢？结果是你通过了，勉强。勉强也是通过。别得意。但我转过身的时候，嘴角翘得很高。品牌发布会定在了秋天，品牌叫4季，不是因为春夏秋冬，是因为我有4个宝贝。后台乱成一锅粥，4宝在换装区来回跑，老大踩了模特的裙子，老二把口红当棒棒糖咬了一口。你干嘛？妈妈，这个糖好难吃。那不是糖，我的。苏老板，10分钟后上台。等会儿要乖，不许乱跑，能做到吗？能，妈妈，你要是掉了东西，我们会帮你捡的。我愣了一下，弯腰抱了他，在他额头亲了一口。台下
苏博文坐在第一排，西装笔挺，背脊很直，但我远远看见他在悄悄擦眼角。灯光亮起，音乐响了，我走上舞台，站在中央，望着台下的人，心里很平静。发布会结束后，我在后台找到顾胜川，他手里抱着老二，老二嘴角还有口红印。你刚才在台上的样子，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。少油嘴滑舌。我说真的。他突然把老二放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，是一份文件。这是那1个亿的转账记录，我把它变成了4宝的教育基金。当初你没要顾家1分钱，但这个算我欠你们母子5人的。1个亿的教育基金，你是打算让他们4个都读到博士后？只要他们想读，读到哪里我都供。那你呢？连个本科都没好好读。所以我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了。我笑了，接过文件，心里暖暖的。走吧，回家吃饭。苏先生，今晚我来做饭。你做的饭我怕消化不了。让他做，做坏了罚他洗碗。一家人笑着往外走，4宝在前面疯跑，大人在后面追，我走在最后面，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心里什么都装下了。从离婚那天的1个人，到现在的一家6口，这条路走了很久，但每一步都值了。云岚天境阳台捡某个傍晚，顾胜川带着4宝去楼下玩了，我一个人站在阳台上，看着楼下的草坪，他追着4个小家伙满地跑，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，但脸上一直在笑。当初他穿着定制西装站在顾家，现在穿着洗了很多次的格子衬衫，被4个孩子追着咬，笑得没个正形。我更喜欢现在的他。手机响了，是助理。苏老板，4G 品牌首月销售数据出来了，全网第1。知道了。挂了电话，我从窗台上拿起一杯温水，喝了一口。曾经走过的那些弯路，受过的那些委屈，如今回头看，全都变成了铺路的石头。楼下小4宝摔了一跤，顾胜川飞奔过去抱起来，哄了半天才不哭。老大在旁边说：爸爸，你小时候摔了也这么哭吗？爸爸小时候比弟弟勇敢。妈妈说你小时候怕打雷。顾胜川抬头看向阳台，我对他挥了挥手，他无奈地笑了。就是这样的日子，平淡却很满足。我翻出了那张 B 超单，已经泛黄了，边角有点卷，但4个小小的影像还是清清楚楚。那时候他们只有花生那么大，现在是会跑、会跳、会管我要糖吃的小人儿。我想起那天仁和医院门口，然后手机震了，1个亿离婚，我雀跃地答应了，以为那是终点，没想到那是起点。我拿出相册，把 B 超单轻轻加进去。4宝从客厅冲进来，争着要看。妈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你们小时候的照片，那时候你们只有这么大。这么小，那我们怎么吃饭？那时候你们住在妈妈肚子里，不用吃饭。那住在肚子里舒服吗？你们觉得呢？不知道。我被他们逗笑了。顾胜川走进来，看到我拿着相册，坐在我身边，翻到那张 B 超单，沉默了一会儿。当初那1个亿值吗？不值。他愣了一下，因为我得到的比那多得多。他笑了，把我揽进怀里，很紧很用力。余生我们6个人一起过。你以为你还有别的选择？4宝在旁边叽叽喳喳抢相册，屋子里闹成一团。阳光从落地窗洒进来，落在每一个人身上，暖暖的，刚刚好。